When I call you late at night, I'm not trying to conversate. You know I only got a single thing in mind. I don't even gotta say it. When I call you late at night, I'm not trying to conversate, n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服装购物分享。那基本上都是我最近买的一些偏春夏款一点的衣服了，然后有很多小裙子，然后包括一些之前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单品，我都会在这一期跟大家讲。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背景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新搬了家，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搭的背景，可能会有一点点素。包括大家听到的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声音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吵，我最近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然后先说一件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就是最近发现的一件特别合我心意的一件衣服，就是这件 Oysho 的豹纹连衣裙。首先它的这一件上半身的部分是我特别满意的，就是它整个是用的那种有一点点就是从胸部以下就全部都是收腰的，然后我基本上穿上身之后就感觉特别的合身，就真的有种量身定制的感觉，就是它整个包裹的非常好，包括它的那个领子的部分也是完全不会走光的，也不会过于低胸，但是呢又恰当的带点那种小性感小女人味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棒。它的长度也是刚刚好到那个我的脚踝的部分，它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是可以开叉的，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你把它敞开来穿，估计问题也不会很大，就里面穿一件白色小吊带啊什么的，应该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它的料子也是非常的清凉，就是我感觉整个就是那种为了去海滩存在的一件衣服，就是它的这个豹纹也不会显得过于老气，就是还是比较可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件衣服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件我真的很推荐。然后第二件讲的就讲一下我身上这件吧，这件上次大家有在问，就是这件皮衣，然后是 Simple Red 他们家的。这件话其实它不是真皮，它是那种水磨皮，所以它的价格上也是会比普通的皮衣要便宜很多。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点是因为它非常的轻便，然后非常的软，就普通的皮衣还是会比较重的嘛，因为我的肩膀不是很好，就是每次穿那种很重的皮衣之后穿了一会儿我就会觉得肩膀压得受不了，所以我只能就是脱掉。但是这件皮衣就是很轻便，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一点你们穿在身上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它自重很轻，所以你就算穿出门一整天你也不会觉得肩膀就是压不过气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是它的这个整个就是比较柔软，所以你想把它们撸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它整个都是软的，整个也是比较轻薄的，所以像是春夏这样子季节拿来搭配一些小吊带啊或者小上衣什么的就非常合适。然后它这个版型也是比较女性化的，穿在身上不会显得过于中性，然后我自己是挑大了一码，这样子里面可以搭衣服。反正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件还是蛮不错的，特别适合就是第一次尝试就是皮衣的姑娘，它的价格然后穿在身上的整个感觉和便捷度都是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接下来是这一件，这件我当时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觉得它特别像是那种法国文艺片里面出来的那种，就是女主角会穿一件这样子的短袖衬衫，然后搭一件牛仔裤，然后随便背一个那种就是竹篮包，然后就出门，然后就是整个感觉就是非常法式非常复古的那种感觉，就是摸着那个手感特别好，就跟普通衬衫有一点点差别吧，就不至于太软，就整个就是那种手感特别好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件我真的就还挺喜欢的，然后也很推荐给大家，就是简单非常的轻松时髦，而且它这个扣子也是做成了那种木质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跟这样子的一件上衣就是特别配，而且我喜欢它上面这个双排扣，就是会显得更复古更法式。这件扎在牛仔裤里面，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样子的穿法，就非常好看。接下来还有一件是上次穿搭里面有出现但是我没有讲的一件衣服，趁这一次也讲一下吧，就是这样一件牛仔布料的这种连衣裙，这件也是那个剪裁做得非常好，就是穿在身上之后那个曲线显得很棒，仔细看它的这些细节都做得还比较丰富，所以穿在身上不会显得很呆板，就一片式的，就是会做成那种特别像是有一种套装感觉的那样子的一件衣服。它的这个肚子的部分也不会太紧，就是不会绷着你的肚子，穿在身上不会显胖的那种类型，就是刚刚好，那个曲线显得很不错。布料还是比较厚实的，所以也不会透啊或者是怎么样子。
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布料它就只能春天穿上了，我感觉夏天穿还是会有点太热了。但是这一件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有点小复古的那种感觉吧，搭一个小丝巾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特别好看。再讲另外一件裙子，这件是就说首先它这个颜色就是那种我之前说过就今年非常流行的那种豆绿色，这个领子这里有一点点这种垂垂的那种感觉。这件我尝试过，就是弯着腰去试，完全不会走光。这个设计其实真的还蛮难设计的，因为我试过蛮多种这种带这种领子的衣服，然后基本上走光的非常非常严重，就哪怕你站着都有种走光的感觉，但是这件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包括它的整个腰身的部分也做的还是比较贴合的，然后也没有太紧或者是太松，因为太松的话就会像睡衣，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做的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基本上到我的小腿肚这样子的长度也是就我的身高来说比较显精神的这样一个长度。这个材质也是比较就是那种清爽比较清凉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去穿，所以这件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OK， 其实我觉得这次推荐的衣服我都觉得蛮不错的。一般来说我觉得不好看的衣服我就懒得推，所以你们会一直听到我在这里说还蛮不错的，挺推荐的。我可能坐在这里跟大家说我有这么几件衣服觉得蛮不错的，但基本上我退掉的衣服会比我现在推荐的衣服要多出非常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再讲一件上衣好了，这件是我上次在 Mango 家买的，就是一件格纹的这样一件上衣。这件上衣主要是我觉得它这个格纹非常漂亮，还蛮适合春夏这个季节的吧。它这个款式它是做的比较短，然后它是直接就是这种系带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衣服配一件白色裤子啊，或者是牛仔裤什么的，我就都觉得非常非常春夏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随意时髦的那种感觉吧。对，而且它这个花纹我觉得任何人穿都会非常好看，然后料子也是比较轻薄的，版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比较修身的感觉，所以这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里还有一件上衣，然后这件上衣是我在一家网红店买的，应该是一家网红店，然后他们家就是走那种有点点欧美有一点点小性感的这样子的一些款式。说实话他们家的衣服质量不算是特别特别好，但是呢它那个价格就摆在那里就特别便宜，然后整个衣服拿在手里的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然后他们家大概就是入了这样一件衣服，然后这件就是一件那种有点点微透的那种豹纹的那种衣服，就是挺是我的菜的。它这个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 body，但是呢它是处理成了那种比较高腰的形式，如果你穿一些比较中腰或者低腰的衣服的话，它这个开叉的设计是会露出来的，就会显得特别性感特别有心机的那感觉，而且就是造型感又非常非常足，有时候就出去玩啊什么的，这样子穿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件还不错。 OK， 我不能再说不错了，反正就是挺好看的。对，然后还有一件也是比较就是这种有点点带造型感的这样子一件衣服，但不算是衣服吧，就算是一个装饰品，就是这样一件穿在衣服外面的这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有点像是那种腰封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正好卡在这个胸的下面。我平时不怎么喜欢穿那种纯白 T，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缺乏就是造型感，但是像是这样一些小单品跟那种白 T 黑 T 什么的搭在一起穿就会显得特别特别时髦，有点小酷小性感的那种感觉。穿上去之后就显得你的腰很细，它的那个质量啊各方面做的也还都蛮不错的，就各方面就小细节都是做的还比较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挺适合就是玩单品。接下来还有一件衣服是这件西装外套，然后是我在 Studio Fun 他们家买的。之前很多人有问我那件黑色的一件西装外套，那件也是我在 Studio Fun 他们家买的，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因为买不到了。但是呢，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就这件衣服吧，它那个版型就是跟那件黑色的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穿在身上版型就是很不错，型很好看的那种类型。我是买的这件驼色，但他们家还做了一件黑色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虽然他们的那个质地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件是那种棉的平的，但是这件有一点点那种亚麻感的那种有点纹理感的，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厚薄也是那种比较适合春夏或者是秋天这样子的一些季节去穿，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件其实我本来买了同款的裤子，因为我特别想要一件就是西装套装，但是那件裤子吧我觉得版型就不太适合我这样子的臀型，显得我臀部有点点大，所以最后那件裤子我退掉了，但这件上衣我留下来，因为这西装外套我觉得还是蛮不错，这颜色还是比较特别的，我感觉稍稍就是看到的也比较少。这应该是我在Studio Fun入的第3件西装外套，我还有件格纹的也是他们家的，就是无论是长度版型就是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
特别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的就是西装区去逛一下。还有一件外套是我在布他们家买的，然后是一件比较特别的这种短款的这种设计，它这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短，就是你穿在身上可以整个腰都露在外面。但是我就特别想要一件就是这样子的衣服，我觉得无论是你拿来搭一些连衣裙，或者是夏天直接搭一个热裤什么的，都会非常非常的那种，有点像是电影里面那种有点点小青春小性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很美式。包括你如果里面穿一件比较好看的文胸，然后搭配一个短裤，其实我觉得也都还蛮不错的。我自己是特别想要就是夏天这样子穿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肚子上的肉嘛，就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就算肚子上有肉，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穿了，对。然后它整个是有点那种做旧的那种感觉，然后牛仔的布料也不至于太硬，有些外套就是牛仔外套，我觉得太硬，穿在身上不是那么的舒服，但这件不会，这件还是比较柔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件还蛮不错的。然后最后讲一件裤子，然后裤子是 都是 Norman 他们家的一件裤子，这个其实是品牌给我寄的，这件裤子特别好穿，它是那种非常百搭日常的那种裤子，非常适合你每天出门就是随便套一件这样的裤子。它这种材质就还是挺适合夏天，就是那种比较软比较那种透气的那种质地，我不知道怎么说啊，但是那种上身这种比较清凉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版型也比较不错，就是上身之后就是显得你还就比较瘦，它不会那种完全直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曲线的，但是又不会就是显得你很胖啊或者怎么样子，就非常的显瘦的那种裤子。像是我自己的话，平时不怎么就是日常出门我不会穿短裤，因为很容易晒，我会穿这种有点长一点的裤子，但是又不能太热，又不能显胖，就是又不能破坏那种造型感。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裤子就非常非常必备。但是刚刚那件并不是广告，那只是卖家就是给我穿的，然后我觉得不错才推荐给大家的。然后之前我有发一个动态，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个姑娘可能就是觉得接了很多推广怎么样，然后当时那件事情其实闹得有点不太愉快，所以我特别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推荐的产品都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不错才推荐给大家，我也不想说一些违心话或者不好的东西拿出来介绍给大家。说实话，如果大家用了不好，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包括护肤品，就是如果商家给到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好才敢就是自己拿在脸上自己试用，不管是广告或者不是广告都无关，反正视频里面推荐的东西都是我觉得好的，并且我说到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真的这么想我才说的，哪怕真的是推广，他们是给我钱让我去推荐一个产品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我试用下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硬是让我说，我也是不会说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推掉了很多的商单。那如果你实在是不能够接受广告，或者你觉得说我的话不可信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可能我们就不适合就一起玩。但希望大家不要恶意的揣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还蛮伤人的。包括上次那个人在我的频道里面说我拿小号就骂他，我真的觉得挺生气的。先不说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小号，而且他说的那句话我从来都没有从我的嘴巴里面说出过。我很认真的在经营我的频道，但是如果你这样子说，有一些可能是新来的或者是老粉丝可能看了然后以为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不想要冒这个险，所以我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恶意揣测，也不要就是自己不太确定的东西就是说别人，不止包括我，就别的博主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伤人的。然后上次我把这件事情截图发到就是动态里面，想要澄清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时候，反而是我被举报了，说我就是人身攻击他人。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无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是我只能删了这个评论，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收到第二次这样子的一些评论。本来也不想在这个视频里面讲这个东西，只是刚刚正好就讲到也想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这里提一下。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不太舒服，跟衣服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也很抱歉，但是毕竟这是我的频道，我还是对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说的。 OK， 好，我扯太远了。然后接下来再讲最后一个，就是我这双白色的就是西部靴，这双我特别喜欢。然后其实当时的那个视频里面我没能讲到，因为当时还没有收到，但是最近就是穿的次数就很多，然后也很多人问，所以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件是我在 Stanana 他们家买的，到手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些小细节啊，其实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一些走线啊，或者包括一些就是这些细节的问题都是做的不是那么好的。但是
是它这个上脚真的还就非常非常好看，就是我自己感觉还是穿在脚上还是比较舒服的，就如果你出门走半天，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尖头的设计也显得就是脚比较修长，就不会显得很笨重，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可搭配性非常非常强。大家就看我上次的视频，其实就是出镜率非常高，因为它真的搭什么都非常非常好看，所以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不错的，对，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其实我本来还想讲一下那个 Superga 那个白色鞋子，但是反正我在微博也有做测评，也发了图片给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去我的微博看一下。这个视频有点太长了，我也不想讲太多。那这一次购买的一些衣服就都在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参考价值。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关注我，然后帮我一键3连，这点对我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